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今天补一期上周的 SCP， 因为投稿粉丝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我都会在每集的 SCP 留言下面找一个点赞最多的给大家安排。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叫做千猴之兽的 SCP， 代号为 SCP-939， 它是 Kate 级的收容物。与同级别的收容物相比，它本体其实威胁性并不高，但怎么会定为 Kate 级别呢？大家其实都知道，在 SCP 基金会里面，收容物的级别指的是收容难度，而不是危险性。SCP-939 本身是可以模仿人类说话的，浑身散发有毒的气体，因为它在幼儿时期完全是人类的样子，等成长到了一定程度就蜕变成为了 SCP-939。它被定为 Kate 级，应该不是因为这些，而是它对人类有很强的敌意。看之前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哦。SCP-939 是肉食动物，与血居生物类似，体内各种系统也会出现萎缩。由于化学成分类似于血红蛋白 ，SCP-939 的皮肤对水分和半透明的红色具有很高的渗透性。站立时，平均体重则有250公斤，但个体差异比较大。它们的四肢上覆盖着刺毛，可以增进攀爬能力。SCP-939 的头部很修长，没有眼睛和眼眶部分，也没有头盖骨，也可能是这些器官已经萎缩退化了。其实 SCP-939 是一个不完整的生物，它的体内缺少了很多维持生命必须的器官系统，比如它没有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系统，也没有循环系统和消化道。SCP-939 的呼吸系统也在极度退化，除了排出毒气之外，没有其他明显的功能。它不需要吃东西，也不需要消化任何吞下的物质。食物被吞下后，通常堆积在它的呼吸系统中，堆积量一旦到达显著影响呼吸系统功能的程度，这些食物就会被反刍而出。奇怪的是，虽然 SCP-939 缺失了许多重要的器官，竟然还能够通过胎生方式繁殖后代。所以说，能用科学解释的 SCP 就算不上是 SCP 了。SCP-939 诱捕猎物的主要方式是用其过去的受害者的声音模仿人类讲话，通常说话声常常带有痛苦的情感，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还是仅仅在重复自己听到过的话以及语气，还有如何学会被害人的声音，目前仍然在研究当中。我们再来说说 SCP-939 排出的毒气有什么作用呢？一般来说 SCP-939 通过呼吸释放出微量的毒气，该有毒物质被编号为 AMNC-227， 可以造成 C 级记忆消除。毒气会引发暂时性的失忆，并且会暴露在毒气期间，还会抑制记忆生成。该有毒物质无色、无臭、无味。如果在通风较好的环境当中或者露天场合，暴露于该毒气的危险性会大大降低，但仍不能掉以轻心。据 SCP 基金会和测试报告表明，从充满 AMNC-227 毒气的环境当中逃脱后，实验对象会产生眩晕和轻微的幻觉，与使用过量的迷幻类毒品之后的症状类似，所以两者很容易被混淆。关于 SCP-939 的繁殖，在基金会的一个文档中有记录，在1992年的9月25日，母体 SCP-939-1在经历了12个月怀胎后，产下了6个幼崽，编号为 A1 到 A6， 其中 A1、A4、A5 为雄性， A3 和 A6 则为雌性。A2 一出生就夭折了，被母体当场吃掉。研究人员从母体 SCP-939-1身边带走它的幼崽时，它没有表现得出任何反抗之意。在对幼崽进行活体解剖后，研究人员发现它们无论是外形、结构还是基因方面都与健康的人类婴儿没有区别。其中 A6 幼崽被转移到某个地方，以观察它的生长过程。在2001年的1月9日，A6 开始显得越来越焦躁不安，能观察到它的呼吸变得又快又浅。A6 自己觉得身体不适后，马上被送到医疗室进行进一步的检查。据测定，它的心率十分不规则，平均每分钟有190跳。由于没有观察到其他异常症状， SCP-939-A6 服用了镇定剂之后被送回了收容室。据推测是不明原因的急性焦虑。第二次出现类似症状后，还伴随有轻微的头痛和畏光。2个星期后 ，A6 破坏了房间内的照明设备，蜷缩在床上，头痛和畏光更严重了。同时，他对听觉的刺激敏感度上升，胸腹部也感觉剧烈疼痛，还感到一种不舒服的热度。A6 表示自己痛得哭都哭不出来。经测量 ，A6 的体温高达41.2度。奇怪的是，研究人员都无法检测到他的脉搏。A6 被转移至钢筋混凝土加固的收容室中，光线很暗。他还要求房间内放一大盆水，把自己倾入准备好的水盆中，保持一动不动。该状态持续了约41个小时后，他突然开始撕扯自己的皮肤。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皮肤正在退弱时，他表现出极大程度的痛苦，但却无法停止下来。于是 A6 的头颅与身体断开了，转化成了与母体 SCP-939-1完全相同的外形，只是体型偏小。正正觉得 SCP-939 最可怕的还不是有毒气体，而是它的幼崽完全是人类幼儿的样子。等到成长到一定程度就会撕下自己的皮肤，蜕变成 SCP-939 该有的样子。从现实的生物学角度考虑，可能是 SCP-939 的幼崽存在某种隐性基因，等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会突变，然后导致身体不适，开始变异成该有的样子。
一直觉得自己是人类，竟然还会蜕皮成为939。你们有没有想起某个 SCP 就跟上次讲的 SCP-1003 绦虫婴儿一样，没有寄生虫的记忆，过的是完全正常人类的生活？我觉得这俩真的是难兄难弟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想让我讲 SCP 的朋友，记得在评论区留言，留下你们最想看的 SCP， 我会根据观众点赞的情况挑选下期素材。我是正哲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